觉得成了去冥界护送，他不是一个说男女一开始就互相喜欢的一种形态。澹台烬到苍九明最多的情感还是萦绕在黎苏苏身上，就叶惜雾身上。在澹台烬至子时期，叶惜雾在他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无恶不作、仗势欺人，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。因为他去人间篇之前，澹台烬是灭了他一整个师门嘛，对他来说，他就是一个仇人一样的存在。但是呢，他又知道他有多可怕，所以他刚去人间篇的时候，对他是又怕又恨的。自从某一天开始，他发现有一些微妙的变化。这个还挺有丝毫改变。我觉得黎苏苏对澹台烬的改观是从一些梦境中看到了澹台烬的过去。他小时候其实挺痛苦，然后他也很惨。他们两人之间就会有一些非常微妙的一些气场的交流，他会觉得这个女人开始变得有一些琢磨不透。其实澹台烬这个人应该很早就已经在叶惜雾的心里埋下了种子了，我觉得他自己都没有发觉，就是又爱他，又恨他，又想让他死，又舍不得他死。在他自己都没有发觉的时候，他其实已经爱上他了。那个不野佛生里面出现那个张九，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来之笔，把这个戏的点题，看这段戏就把所有人周遭命运讲得很清楚。在般若浮生这一part，我感觉整个的对于情感的刻画都非常的深入人心。在中间经历了般若浮生的一个梦境。明夜，你说话呀！明夜，你在梦境中他枪杀，你经历了一世。从那个梦境出来了以后，其实那个时候叶惜雾对澹台烬的感情就发生了改变。这就是两个主人公在般若浮生这个副本之后，在情感上他们有了一个巨大的觉悟和启发。时空的转变，交集里面把两个人的情感重新再调整出来。叶惜雾为了让他不成为魔神，抽走了他的邪骨。他与黎苏苏再在仙门中重逢之后，他就变成了苍九明。命运又把他们推向了一个不可选择的悲壮的命运。澹台烬在最后的善魔时期，他还是相信爱情。他跟澹台烬之间的关系，很像是一种羁绊。我不能爱上这个人，但是我又注定会爱上这个人。但是他们俩又注定不会有好结。他们走到最终的时候，既没有渐行渐远，也没有对彼此恨之入骨，反而恰恰是最爱彼此的时候。对于澹台烬来说，爱情就是他生命当中的那束光。是因为他认识你，不是其他人。他的一切都是以澹台烬开始的，包括是以澹台烬结束。刚开始读本的时候，还是包括拍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很多场戏记忆都很深刻，因为它有3世，阶段性的比较多一些。那对于人物关系上的处理，还有人物情感上的处理，就会比较复杂，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。黎苏苏和叶惜雾虽然是一个人，但中间有桑九前期，还有桑九魔化。碰到这个角色，碰到这个戏。因为它有3个不同的过程，3个不同的人物性格。他现场情绪感染力和表演方面都是没得说的，他能够让你相信他就是叶惜雾，他就是黎苏苏。希望一个人相信澹台烬。开篇就是黎苏苏的师门被澹台烬屠了嘛，所以他回到500年前，把他的邪骨抽出来，让他变成一个好人，这样他才能扭转因果吧。叶
姬雾是黎苏苏破壳而出之前，元神历劫时某一世的化身，聪慧、勇敢、善良。老实交代，是谁派你们来谋害我的？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女生。比如说前期她在府里硬着嘴去欺负谭台烬，在府里面护着谭台烬。为什么要打人？你是我的人。然后两个人欢喜冤家斗嘴。放开我！非常有印象的就跳城楼这场戏，城楼之上雷劫之中，叶惜乌要告诉谭台烬，因为你是魔神啊。我是魔神。这样整个大一段戏，演员要把它整个非常饱满的演出来，是极其不容易的。你不会再成为魔神。那桑九呢，是人间篇里面般若浮生副本里面的角色。这个副本就相当于把一辈子一个故事浓缩在里面，所以它的节奏是非常快，而且戏剧点也很足。还是他，桑九甘愿堕魔。般若浮生这个副本，它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副本。一个是从情感上让对谭台烬本身有恨的这么一个黎苏苏，她彻底的爱上了谭台烬。谭台烬。然后从般若浮生出来之后呢，这段时间整个氛围都还是很甜的，但是这个甜呢是提着心的，直到后面高岭去世啊，大婚丁灭婚丁。神髓换邪骨这一趟线下来，最终走向了一个必然。其实说原点，他还是黎苏苏，他没改变。难道偏偏你家客栈住不得？苏苏的基调也是很活泼的，搞了半天是我自己挑自己，就很有人间烟火的一个女生。回来以后，好不容易觉得一切都可以扭转了。可到头来，好像又回到了原点的感觉。我生来就是魔神。就是那一刻，其实黎苏苏是非常难受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的表现，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个趣味点，让观众觉得会不会黎苏苏的东西表现成叶惜乌的时候，但是他可以把两个角色同时的分演出来。那我们有很多重情绪的戏，离别啊、仇恨啊之间的。这段时期就是进行了一下角色创作。演员的演技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剪接，我们可以很多的角度、很多的节奏可以补充这就是剪接。有时候我觉得，这个还是可行，或者要求再来一个。原来他也许这样把握得到他自己要的地方。这个也蛮好的。我是喜欢在现场有感觉的。非常开放性的一起探讨各种的可能性，角色诠释到的活灵活现，非常的专业跟敬业，很爱自己的角色。可能我之前的戏打戏比较多嘛，然后导演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能打，我看过。”我觉得有时候很敬业的，他会很准确的交给你，他就很直爽，准备好就拍，会把对方真正当作是剧本里的那个角色，他的一个眼神，他的一句话，你会觉得他才是白玉，你觉得他就是叶惜。就我们两个当时都特别冷，桑九他那个魔化装扮是露胳膊的，露露他当时已经拍完了，但是他坚持留下来帮我搭词，其实是让我非常感动的。业务能力好，然后又好相处。他在现场可以调动起大家的情绪，他在塑造角色上也是非常下功夫。他现场就一直去琢磨怎么去表演，通过沟通去揣摩这个角色，去呈现这个人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樊露，在《长月烬明》中饰演黎苏苏、叶惜乌和桑九。